老头刨地挖土时，锄头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硌了一下子。老头见状，赶忙扒开土堆一瞅，顿时他妈吓一激灵，炸弹！炸弹！来不及寻思，老头急忙拽着闺女跑到山坡后躲避。结果俩人等他们老半天，始终不见土堆里传来动静。于是身旁的闺女随手捡起一块土咔了，的一下径直朝炸弹扔了过去。不要命了！炸弹的引线都长在头上，要是炸弹啊，早就爆炸了。说罢，闺女便起身来到土堆前，伸手扒拉开泥土，仔细观察起来。这才发现，原来是一口编钟。编钟？你说它是文物，它一定很值钱吧？这可是国家的财产。国家的？哎，咱从土里挖的，咋就成国家的了？此时恰巧一位村民从此路过，见父女俩抱着个土疙瘩争论不休，立马开口询问道：“你们爷俩争啥呢？”我们发现了一件文物。一听庄稼地里竟然他妈挖出了古董，村民不顾老头的阻拦，当即就拿起锄头是咚咚咚咚也咚咚。而消息一经传开，全村的老爷们全都赶来挖土寻找文物。就这样式，等村长赶到后，看着众人热火朝天的景象，急忙开口制止：“我跟你们说，这文物可是国家的，破坏文物那是要犯法的。你吓唬谁了？我这又不是到国家的土里去抢，我在土里挖出来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，犯谁的法了？很快，文物侦查大队就赶到了现场，控制住了局面。趁着队员清点文物的功夫，秦队长组织警力对方圆500米展开排查。果然，在土堆上方发现了个盗洞。秦队长见状，赶忙抓起土，用鼻子闻了一下，这是新的盗洞，还有火药味。听到此话，顿时给女警员整的是一头雾水，因为四周压根见不着从盗洞里挖出来的荒土。咱把一块大的帆布铺在上面，在帆布中间挖个洞，刚好罩在洞口上，把挖出来木土堆积在帆布上。完事以后啊，他们几个人拎起4脚，把木土往里一折，地面上一点痕迹都没有。王后儿几人赶忙下到墓穴里侦查，发现墓中央的棺椁毫发无损，几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下，庆幸国宝文物没有丢失。但殊不知，此举正是盗墓贼故意声刀击西，引开警方的视线，从而好对正在展览的国之珍宝实施偷盗。次日，盗墓贼穿山甲伪装成游客，混进正在展出的杨巡墓，趁导游老妹给游客讲解的功夫劲儿，穿山甲悄悄地钻到巨型棺椁的夹缝之中。等到闭馆时间，安保小哥前来撒么一圈，发现墓有异样，随即便锁门离开。而穿山甲正趁此时机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夹缝里慢慢爬出，在墓道里撒么一圈后，他发现出土的文物都被厚厚的钢化玻璃罩了。于是穿山甲立刻掏出了一瓶可以腐蚀玻璃的轻氟酸药剂，往玻璃上喷了几下后，将切割器的吸盘固定在玻璃上，利用刀头上的金刚石沿着中心点滋啦滋啦快速划出个圆圈圈，玻璃上随即出现个大窟窿眼子。紧接着穿山甲小心翼翼地将古董全部取出，装进背包。王后尔背着包迅速从同伙事先挖好的盗洞麻溜散人。次日，杨巡墓被盗的消息便立马传开，得知价值连城的古董被盗，警方高层立马下令全局上下紧盯此案。而如此一来，盗墓团伙便有了可乘之机。从而为了盗取价值更高的武德皇后墓，只见团伙老大通过寻龙口诀：寻龙千万看山山，一重禅是一重关，关门若有千重锁，定有王侯居此间。很快就锁定武德皇后墓在一座寺庙的正下方。为了不引起方丈的怀疑，于是几人谎称是野外探险的驴友前来住宿。到了晚上，老大花重金收买了2个小和尚，在对方的带领之下，几人手持洛阳铲来到寺庙的藏经阁。等同伙费劲巴拉的挪开供台之后，穿山甲着急忙慌的举起洛阳铲开干。经过一连5个点的挖掘，他们终于打通了盗洞。求财心切的小和尚见状，主动要求下去一探究竟。可没成想，当他的爪子触碰到墓穴封门的瞬间，背后的机关滋盖一下应声合拢，紧接着头顶黄沙犹如倾盆大瓢瓢泼大盆子，瞬间就将小和尚整个浪给掩埋。听着发出的阵阵惨叫，顿时给洞口的几名王八犊子吓拉了尿了。没有招了，团伙老大只能连夜向盗墓前辈请教。是一个凶墓，已经吃进去一个人了。我想你们是遇到流沙墓了，这种墓极少见，主要是古人为防盗建造的，很少有人能进去。你看，这是陵墓，加盖封土，四周灌上沙子。这种沙子呀，可不是河沙，河沙有凝固性，不能用。它是从千里之外用来的海沙，一粒是一粒，运来之后还要加热炒熟，它像水一样，哪个地方有破口，它就会从这儿流过去。你的探洞如果对着流沙层打，你就永远打不到墓室，流沙就把你挡住了。如果在流沙层外面打洞，那样更危险，流沙就把你埋了。那就没人进去过吗？听说有人进去过。是怎么进去的？鹞子翻身法。鹞子翻身？对，你看这种墓五面都是沙子，古人恰恰疏忽了底部，
如果把底部再铺上沙子，上下左右沙子连成一片，你就永远也进不到墓室。要是翻身，那就是说在沙层的外面往下打，打到和墓室底部齐平的地方，再往下打1人多深，再朝着墓室的方向横着打，打到墓室的底部，再往上打，这样就掏进墓室了。团伙老大听后，心中立马有了底气。于是等到次日深夜，他按照前辈交代的方法，命人从墓室的外层一直打到底部，然后再从底部往上干。果然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几人成功进入了墓穴。看着里面的古董摆放着摆摆噔噔，是满满噔噔，顿时给领头的穿山甲高兴完笨了。我踏了这么多年墓，从来没看见这么好的上等货。发了，我们发了。最后俩人在墓室那一顿撒嘛之后，却始终没有发现武德皇后的棺椁。这架势顿时给俩人整得一脸懵逼。就在这时，穿山甲拿着手电筒缓缓向上一照，一顶雕龙画凤的棺椁赫然出现在俩人的脑瓜篮上。心急的同伙见状，赶忙大步上前，打算把玄关给整开来看看究竟。结果一个没注意，脚丫子噗嗤一下踩到机关，整个人瞬间被流沙吞没。穿山甲见状，吓得急忙闪身躲避。而此时的玄关已经开始缓缓下降，稳稳当当落在了墓室中央。等穿山甲回过神来，壮着小胆迈着小腿来到棺椁跟前，反复确认再没有其他机关之后，穿山甲这才使出吃奶奶的劲儿，移开了棺椁盖，看着里面摆放的金银首饰是满满噔噔摆摆噔噔，顿时给小甲高兴嘚了。于是他毫无顾虑，随即钻进棺椁里翻找起来。这时穿山甲发现个四四方方的小孩子，打开孩子，里面竟然是一枚古代金印，底部更是雕刻着武德皇后4个大字。穿山甲心思，哎我操，这小玩意儿少说也得1个亿吧，这我要是私吞了，几辈我都花不完呢。然而在盗墓界却有个行规，出墓之前要搜查全身，一旦发现私藏东西，直接活埋。穿山甲心一横，收起金印直接给塞嘴里，然后只听咕咚一声，硬生生给咽进了肚囊子里。往后他将古墓里的宝贝全部递到洞口，趁着老大验货估价的功夫，穿山甲谎称自己闹肚子要去拉粑粑。慢着，别坏了规矩。等同伙把小甲身上从里到外搜了个底调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便放弃去拉稀。就这样式，穿山甲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家里。你这是洒了？家里有韭菜吗？有，都给我拿来。哦，对了，再拿碗油过来。很快，媳妇就端来了韭菜和香油。穿山甲见状，造的韭菜是呱呲呱呲一顿猛炫，紧接着周起大碗，吨，把香油一饮而尽。眨巴眼的功夫，翻江倒海的劲儿就来了，立马变身喷射战士，还捂着小肚跑进茅房。随着后期勃发，金印被喷薄而出。转天，穿山甲拿着被崩出来的金印，找到了当地最大的文物贩子海沟，准备将其出手卖个好价，金盆洗手。结果海沟打眼一瞅，兄弟，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是有名有款，劳动起来就易出事，我不敢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就想借此杀他价吗？行，没问题。你能出多少？眼瞅着穿山甲着急将金印出手，于是海高随手比划3000万的价，为了尽快给这烫手的山芋出手，没有招了。穿山甲只能忍痛以3000万的价格卖给了海沟。王后儿揣着瑞士银行的支票，晃悠着回家找媳妇去了。你个老臭盗墓的，早晚抓着你！